我与驸马裴平金是朝野皆知的挂名夫妻，两府分居，互不相扰。直到驸马表妹烧了我的书房，我就是看不惯她，都嫁给你了，还留了满屋子别的男人的画像。表妹只是太护我，殿下勿要动气。我乃万人之上的长公主，何必与小姑娘动气？花还没赏完呢，都给本宫坐下。不过几张字画，我赔你便是。你为何如此残忍？在殿下眼里，一条人命还比不得您的几幅字画？还是说，殿下当真与书画上的人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本宫让你死个明白。他一个外人，如何进了我的书房？书房重地，外人自是不可随意出入。可他手持驸马的令牌，我给你出入公主府的便利，就成了他嚣张跋扈的资本。就因为一块玉牌，你堂堂长公主，竟小肚鸡肠到要了他的命。今日众人皆是见证，我裴某务必为表妹讨回公道。你还要如何？连表妹的尸骨都不肯放过吗？便是驸马，也不可以随意进入殿下书房。你莫不是忘了公主府的规矩？他用双身子威胁老奴，只求别院小憩片刻。谁知他竟翻墙去了书房，求殿下恕罪。本宫书房里放的不只是几张画像，还有大庸布防图。他潜入本宫书房行窃，盗取大庸机密，后又烧毁书房，意图毁尸灭迹。此举包藏祸心，等同谋逆。本宫当场诛杀，何错之有？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表妹人都不在了，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吗？你要如何？我答应你便是。求殿下不要再折辱清霜了。当然是当场请太医查验啊。本宫贵为公主，自然不能冤枉了驸马的表妹。偷没偷东西，死无对证，着实难以追查。可如若我有证据呢？够了，我认。殿下饶了他吧。当年我手握兵权，踏平了前朝后宫，连我心上人的至亲也死在我手里。他远走边疆那天，我答应过他，杀人之前要先讲道理。这些年我一忍再忍，可驸马的表妹碰了我的底线，她该死。至于你怎么能？我可是太后亲赐的驸马。你倚仗的太后，现在也护不住你。裴平金，本宫今日不杀你，本宫要你活着，亲眼看着你所在意的一切是怎么被我毁掉的。本宫要你生不如死。驸马不洁，等同欺君。本宫要休夫。来人，备车入宫。殿下，赏花宴上的消息，此刻只怕已经传进慈宁宫了。正好，免得本宫再派人通报。太后出身裴家，又欠裴家旧恩。今日殿下杀了陆清霜，又当众休夫，只怕太后不会善罢甘休。当年若非太后赐婚，
裴家早已衰败，只是属下至今仍不明白殿下当时为何会答应。因为那时的本宫需要一个留在京城的理由。我东辽太子仰慕大雍长公主已久，愿以边境3城为聘，迎娶长公主。太后深夜唤儿臣，所谓何事？今日朝堂之事，想必你也知道了吧？恰逢新帝登基，聚了便是对家国无大益，去了便是羊入虎口，九死一生。哀家倒是有个法子，可以替你拒了东辽。公主若已有婚约，东辽再求，便是失礼。怎么选？公主心里有数。大婚过后，我以习惯为由，仍旧住在公主府。裴平金也打着为祖母守孝的幌子，住回了永宁侯府。两府分居，互不相扰，直到他那个莽撞的小表妹入了京。殿下，不好了！您前些日子颇费心思，特意从江南寻来的那位点心师傅，刚一进京城西门，就被截胡了。放肆！那是殿下准备在府里磨练好手艺，送去宫里哄皇后娘娘开心的师傅。谁家这么大的胆子，连长公府的车轿也敢拦？回灵侍卫是永宁侯府的表小姐陆清霜，她打着驸马爷的旗号，硬是带着家丁把点心师傅的马车拦在大街上，直接拉回永宁侯府去了。请匠人师傅自然是价高者得，不能因为她是公主，你们就卑躬屈膝行谄媚之举，坏了行家的规矩吧。小姐，草民是接了长公主府的定金和帖子才进京的，这不合规矩啊！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在这京城里，我姨母是长公主的正经婆母，那样好的江南点心，公主吃的，我姨母吃不得了。把人给我抬进去，出了事，有世子爷、太后娘娘担着。秦霜，你胡闹什么？那点心师是殿下请来的人，快随我把人送回去赔礼道歉。表哥，你就是没力气夫纲，才让他骑在你头上，让侯府成了满京城的笑话。秦霜，慎言。我哪里说错了？你不惯着他，他自然就知道你的好。今日你若真送人回去，便是承认你怕了他，那以后侯府还要不要抬起头做人？哎呀，表哥，你不许去，我是你亲表妹，还能害了你不成？罢了，人便先留在府里吧。殿下，不出您所料，驸马不仅不放人，反倒直接把那师傅锁进侯府后厨了。他们真当您是好欺负的了，要不要属下带人？不必了，到底夫妻一场。这些日子因为本宫，侯府在外面也受了不少指灾和委屈，不过是些口腹之欲，本宫让一次也无伤大雅。殿下总是这般体恤他们。对了，驸马之前承诺过，会替殿下在北京矿场里寻一块最好的璞玉，给皇后娘娘肚里的孩子做礼物。算算日子，也该到了。那块玉，本宫听闻色若羊脂，莹润通灵，只要能顺利送进宫，给皇后孩子当喜礼，这点心师傅的事便接过去吧。秦霜，这玉是要给皇后娘娘的孩子当贺礼的，你怎么……表哥，长公主那么威风，想要什么玉没有？你不觉得这块玉跟我更配吗？你呀……哎呀，陆姑娘，你今日带的这几件玉饰，这质地怎么瞧着像是极品的羊脂白玉啊？何止只是极品，瞧瞧这手腕上的通透镯子，还有腰间这块佩玉，甚至连这烟落上的玉棒，这色泽水头一模一样，分明是出自同一块绝世璞玉啊！姐姐们好眼力，实不相瞒，这本是一块极大的璞玉。今早太后娘娘见了，还特意夸我娇俏呢。娘娘说，这玉虽然老气横秋了些，但一拆为三戴在我身上，倒显得俏皮动人。殿下，那明明是驸马承诺给皇后娘娘的璞玉，竟然被他们一拆为三，碎成了这种丑东西。不过殿下就很智慧，知晓自己风华沉敛，不借玉饰压身子，以免老气横生。
殿下，表妹年纪小不懂事，口无遮拦，并无他意，求殿下恕罪。小姑娘不懂事，驸马，你也不懂事吗？那块玉，本宫足足花费了3万两白银，碎在了他身上，这钱谁付？都是夫妻，为了这么块不值钱的东西，竟然当着外人的面分起你我，这事情要是传了出去，也不怕旁人笑话长公主殿下小气。殿下想要这玉，直说便是，大不了我看在表哥的份上，让给你就是了。银票还是现银？今日给还是明日送去公主府？怎会是给皇后娘娘的？是本宫的便能不问自取，打碎了做成这些丑东西。殿下，殿下，救命啊！这双手怎么折腾成这副鬼样子了？这可是江南最好的点心师啊！草民过得苦啊，求殿下给草民做主。哪里来的刁民闯我侯府大殿？来人，拖出去！殿下在此，谁敢放肆？殿下，今日是侯府大宴，如此闹剧传出去实在不好看。我这边让人将他带下去，定给殿下一个满意的交代。殿下，草民晶晶便被表小姐劫入侯府整整41天，为了省下高额的手工费，表小姐不给草民配备一个帮工，草民被关在后厨，炉火1日未熄。只要稍微小气，表小姐便是一鞭子抽上来，骂草民拿钱不办事，还要扭送草民入官府。难怪前些日子表小姐天天给咱们送江南点心，连街上的商贩乞丐都有。满大街都在传，说侯府表小姐是天真烂漫的活菩萨，单纯只想让低贱之人也尝尝精细点心。原来拿着长公主请来的人去施恩，给自己博一个温婉贤淑的美名。这侯府的体面当真独特。花钱请你入府是来做点心的，你既拿了侯府的恩惠，凭什么在这里讨价还价？本宫当初请你许的是1日千金，既然陆姑娘说价高者得，她又如此理直气壮，大抵这侯府给你的工价定是出得奇高了。殿下，殿下，永宁侯府1文钱都不曾给草人结过。点心师1日千金，在永宁侯府待了整整41日，工勤共计4万1千两白银，加之那块被拆分毁坏的绝世璞玉，价值3万两白银。驸马爷，侯府总共需赔付殿下7万1千两白银。殿下，青霜到底还小，是我疏于管教，才让他闯下这等大祸。我向您保证，日后定会好好教导他。今日在这宴席上，殿下该丢的脸也让他丢了，气也出够了，殿下便不要再揪着他不放了吧。裴平坚，欠钱的是你和这永宁侯府，本宫自然要揪着你们不放。还不起啊？无妨，当年本宫大婚，太后娘娘可是为你侯府做过保的。既然你们裴家还不起，这钱她还。这是8万两银钱，哀家替侯府还了，多的便不用找了。儿臣多谢母后大方，母后如此仁爱，儿臣自然也不能小气。剩下那9千两银子，以太后娘娘的仁爱大义之名，为流民施粥。可银钱太少，施粥不过3日，便再无余粮。没粮了，这才3天就没粮了，大伙儿散了吧。太后娘娘给的9千两银子米粮已经发完了。堂堂皇家太后，施粥就13天，这分明是沽名钓誉，根本不管我们百姓的死活。对，到底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对作秀苦难作弊上官。好一个谢知绪，竟敢如此算计哀家！废物！居然让哀家被9000两架在半空，不上不下，只能又捐了几万两来平息事端。长公主殿下真是好手段，这招可是让太后和侯府吃了个天大的哑巴亏。
将这8万两银钱全部换成最精良的军备与粮粮。殿下放心，这批物资我会全部送到边关赵将军的手中的。怀上，本宫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那陆清霜算个什么身份？殿下您又是什么身份？前些日子，殿下与他计较那些首饰工钱，在老奴看来都是抬举他，平白给了他脸了。哼，属下查过了，那陆清霜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世家小姐，哪是什么表妹，不过是侯夫人兄长在外留下的女儿，被宫里那位抬举入京，不过是用来逼迫殿下亲近驸马的一枚棋子罢了。做太后还不知足，我看她是想死了。一把年纪了，也不知道管管自己的脾气，急急躁躁的，有个万一还要麻烦本宫给你养老。哼，殿下净胡说，老奴这身子骨可硬朗着呢，还等着赵将军八抬大轿来娶殿下呢。原来他还有他送的那块玉早就不在了，旧人已逝，还好这府里始终还有凌云和嬷嬷陪在本宫身边。直到1个月前，我在书房午休，裴平金带着陆清霜急呼呼地冲进了公主府。表哥，快点！我那贴身大丫鬟中了毒，京中只有长公主这儿有还魂丹，我们快去拿！别急，随我直去书房。驸马爷好歹也是侯府世子，难道连为人最基本的礼仪和规矩都忘了吗？这里是殿下歇息的后院重地，你2人同船都等不得，成何体统？看来上个月殿下给的教训还是太轻了，竟然还没教会世子何为做臣子的礼节与归顺。不过是府中老仆，也敢仗势对驸马爷如此放肆！嬷嬷，胡嬷嬷，快来人啊！也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好生记清楚，这公主府究竟是谁说了算。你呀，就是学不会收敛自己的性子，下次可不许这么胡闹了。他对驸马不敬，殿下理应给他点教训。还望殿下不在，能看在我对公主府颇为上心的份上，不计前嫌，将还魂丹借我一用。殿下，那要放着不用，便什么都不是。清霜的义女是自小与他一起长大的，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借给他吧。谢之旭，你要做什么？你疯了！直呼殿下姓名，乃大不敬之罪。胡嬷嬷陪伴本宫18年，早已不是你口中所谓的下人，而是本宫的亲人。你倒好，带着这么个不知死活的贱人找上门来自求死路。本宫今日便让你求人得人。殿下，臣知错，求殿下饶命。本宫给过你很多次机会，可你都没有珍惜，如今晚了。驸马，本宫看你这副模样，倒觉得有趣的紧。你刚刚说你知错了？你不是知错了，你是怕死了。你自称蒲草，坚韧不拔。你在那些下人乞丐面前说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这世上谁也压不断你的脊梁。今日本宫便让你亲眼看看你的愚蠢是怎样让侯府与你的表哥万劫不复的。表哥他快不行了，求殿下看在与表哥夫妻一场的份上，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既然陆姑娘说的如此情真意切，本宫便发一次慈悲，你死还是他死，选一个，本宫保证能活一个。我自然是想表哥活着的。很好，那你死。但是我若因表哥而死，表哥这辈子都会活在内疚和自责里，他会生不如死的。我是为了表哥好，我不能害了他，所以我不能死，求殿下高抬这一次吧。贪生怕死，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本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驸马，
你瞧，这就是你平日里疼爱有加，不惜为了他屡屡挑衅本宫的好表妹，一个厚颜无耻，另一个不知死活。本宫瞧着你们二人倒是绝配。既然你们如此情深，本宫成全你们。本宫会亲自送他下去陪你的，但你要记得，推你去死的是你的好表妹哦。公主且慢。嬷嬷来得正好，你亲眼所见，回宫时跟太后娘娘也好有个交代。殿下不妨看看东西，再动手也不迟。怀上的东西向来不离身，为何会在你手上？说。殿下也知道，战场上刀剑无眼。军中今早刚来了密信，赵将军在昨日与东辽的大战中战中失踪，如今杳无音信。太后娘娘说，赵将军是死是活，是回京领赏，还是抱尸还野，全在长公主殿下一念之间。怀上，这是本宫欠你的，抬走吧。殿下，难道就这么放了他们？为了怀上，本宫让这一步。你们听说了吗？长公主府那位，如今京中对她的非议可是不少。如今这京城里都传遍了，说驸马表妹婢女病重，驸马亲自前去求药，长公主心胸狭隘，不肯出尽救命丹药，还借着由头当众为难驸马。那可是皇室长公主，行事竟这般专断，应宁侯府摊上这般婚事，实在是不幸。此茶乃雇主子孙，千金难买，乃是这世间难得的珍品，尝尝。母后盛情，儿臣心领了。只是儿臣天生偏好蒙顶石花，那等清香才入得儿臣的口，儿臣实在是吃不了此茶的苦涩。哀家可以跟你保证，这茶公主喝得顺口了，那蒙顶石花来年必会高产。他哪里是在说茶，这分明是借着茶来敲打我。若我与裴平金尝试做对真夫妻，安分守己为他所用，赵怀上便能全身而退；若我冥顽不灵，赵怀上便成了待宰的羔羊。母后所言极是，儿臣这便收下赏赐，回去定当好好品尝。殿下，太后这分明是恶心您，让这无耻之徒住进来，与您一墙之隔，这日子还怎么过？无妨，各怀鬼胎，假面夫妻罢了。殿下，这1个月来，咱们快马加鞭，已经往边疆秘密送去了一批又一批眼线。如今赵将军那边，恩仇两清，本宫不欠他了，而他们也该死了。造孽呀！那万金难求的蜀锦，殿下自己都舍不得裁衣，还有那璎珞，那是皇后的赏赐，如今竟全都落到他的手中。表哥，你瞧，长公主府里的花草首饰确实是极好的，我不过是随便说说，你便都给我拿来了。太后娘娘说的对，在这公主府里，表哥你才是真正的主人。殿下，太后娘娘昨日在宫里说了，表妹先前因殿下受了天大的惊吓与委屈，臣如今不过是拿些府里的物儿替殿下表表歉意，以示安抚。殿下应该不会介意吧？殿下，您瞧瞧他们那副小人得日的嘴脸，那样好的东西都进了狗肚子，心疼死老奴了。老奴这就去找凌云，让凌云杀了他们，省得碍我殿下的眼。嬷嬷，你呀，凌云，以后嬷嬷出入不离身的带2个1等女护从，再伤了，就当真要躺着让我养老了。老奴才不老呢！
老奴还等着看殿下成婚，给殿下带小殿下呢。可我早嫁过了呀。殿下，娘娘已在偏殿候着了。身子重，便莫要多礼了。殿下，可是那两人又惹什么事啦？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本宫还不放在眼里。本宫今日来是想看看你。我走到这一步，进退维谷。若非当年殿下指路，如今怕是早已烂在那60岁的威远侯后院里，成了一具枯骨。殿下，赵家为了给太子皇兄铺就登云路，将满后院的女儿都许了出去，只求权势不论何事于何。他们要把我也许给那60岁的威远侯做继室，我不甘心。殿下，我赌你赢，而我也要赢。本宫一向喜欢聪明人，尤其喜欢敢拿命换前程的聪明人。也许给那60岁的威远侯做继室，我当年若不拿命来赌，如今只怕早已烂在威远侯府后宅里了。他借着太后的事与我的庇护，一路高歌猛进，坐稳了天下之主的位置。待地位渐稳，陛下，宁王在边关又立战功，军中已有不少人称他有先帝遗风。有先帝遗风，那便让他别再有回京的机会。他便过河拆桥，暗害宁王，离间太后与本宫。原来从那时起，皇帝便已经学会借刀了，借东辽逼殿下离京。一场赐婚，皇帝想除本宫，但我可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殿下，是要我拿孩子给太后最后一刀吗？若是如此，我便早做准备。不，这最后一刀，本宫要亲手给皇上。大嬷嬷，当真让那位表小姐去动手？太后娘娘已经等不及了。长公主昨天在未央宫里整整待了半日，指不定在谋划什么。去传话给陆清霜，就说明日的赏花宴是最好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从谢之旭的书房里把那封密信搜出来。奴才遵旨。这茶本宫喝了1个月，还是不能习惯，甚至觉得越发的苦涩。本宫现在无比怀念那蒙顶石帆的清香。从今日开始，这苦茶本宫不喝了。属下明白。这是好教室啊！堂堂公主殿下，书房里竟都是些男人的画像，难怪不愿与表哥圆房，是心里藏着别人啊！我只是不小心去了殿下的画室，惊惧之下打翻了油灯，才烧了殿下一屋子的念想。我就是看不惯，她都嫁给你了，还留了满屋子其他男人的画像，这是明摆着没将你放在眼里。表妹只是太护我，毕竟哪个男子容得下自己的夫人心里眼里都是旁人。她也是顾及我为人夫的尊严，还请殿下看在太后娘娘的面子上，勿要动气。你要正夫纲，可本宫正的是朝纲，先君臣，后夫妻。你的尊严在本宫眼里一文不值。修夫之名已成，如今入宫只差一道旨意，本宫要修，便要修得名正言顺，天下皆知。长公主殿下呀，你这是要逼我们孤儿寡母，逼我儿去死啊！
殿下何故杀我至亲，辱我骨肉？是看着我侯府无人，还是我们逼着我们去死，便做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你的至亲怀了你骨肉的孩子，辱没皇室，有损天威。本宫没杀了他泄愤，你就该谢谢我手下留情。让开，本宫要入宫。我不信，公主府里的事儿还不是殿下的一面之词，我怎知是真是假？记得把侯夫人的惨状完完整整的告诉太后。属下领命。这是什么假日啊？谢直绪，你当真要与哀家决裂吗？哼！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赵怀上去死？他死了，他那个做皇后的妹妹又能得几日安好？如此，你就彻底败了。太后，你当真以为捏住了我的软肋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吗？可我这人最是吃软不吃硬。宁王的玉佩为何在你手里？你对他做了什么？母后既然大方地送了儿臣这么多流言蜚语，儿臣今日自然也得给母后加一份利息。宁王阵前失踪，生死不知，想必消息很快就能传进京城。母后，您说，为了找宁王的线索，儿臣若带人去搜搜宁王府，可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谢直绪，你答应过哀家的，不对宁王下手。哼，母后也答应过儿臣，不与儿臣为敌呢。你当真以为哀家杀不得你？赵将军尚在哀家手里，这是皇帝的玄铁暗令，陆青霞，他竟是死士。否则，他有什么理由一次次不怕死的往我刀尖上撞？母后，你做了一辈子的执棋者，却也被人当了一回棋子呢。这一输不要紧，赔的可是你儿子的皇位与性命。这羞乎的事，不劳太后费心了，自有陛下为本宫下旨。坐山观虎斗，母后，你猜透露四皇帝宁王在边关行军路线战败失踪的真正凶手会是谁？皇姐，你可算来了，快陪朕饮一杯。本宫今日前来，只为一事，解除婚约，裴平金欺君罔上，有损本宫名节。岂有此理！裴家实在不知好歹，该休，该休。只是这桩婚事乃是母后赐下，朕若是决断，便是违背孝道，恐招致太后责难。陛下，大事不好！长公主方才离开慈宁宫，太后娘娘骤然急火攻心，昏厥过去。慈宁宫已是大乱，一众太医尽数赶往处置。皇姐，你也看见了，太后骤然病死，宫中诸事温乱棘手，这修复的圣旨，便交由皇姐自行定夺吧。你来为陛下分忧。殿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杀头大罪，奴才不敢。没用的东西，这点小事都办不了。朕就在此处，便是默许你为朕分忧，难不成还怕朕会算计于你？当年永宁侯府靠着与本宫的联姻，才换得满门煊赫荣耀与富贵。陛下觉得这婚事既已作罢，永宁侯府还配存在吗？当然，大皇姐不愿抬举他了，他便只配万劫不复。那依陛下之见，裴平金罔顾皇室颜面，行事等同欺君，应当如何处置？皇姐意欲如何？终究是太后母家，总该留几分体面。本宫素来体恤，既不愿让陛下为难，也不愿太后颜面受损，予以惩戒，以儆效尤。准奏，朕这便拟下旨意。
回宫。鸣锣，告知周边百姓前来听旨。谢知绪，你当街对我不敬，如今竟率领府中人马围堵侯府，你心中可还有王法？可还有太后娘娘？哼！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裴平金德行败坏，辱没皇室，革立世子之位，贬为庶民，予以惩戒，以儆效尤。永宁侯府侵吞边饷，纵容陆氏私入公主书房，构陷皇室，罪无可恕。即日起，削去侯府爵位，查抄府中家产，相关人等押赴大理寺审理。钦此。将人犯收押，核验府中财物。我不服！我要入宫面见太后，太后绝不会容许这般处置裴家。太后抱恙卧床，此刻尚且未醒。夫人，夫人！这是好事啊！殿下，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我只是不甘心与殿下结为夫妻，却徒有虚名。我受不了京城之中的流言，受不了旁人说我仰仗殿下庇护，更厌弃那些非议侯府的话语。殿下，我一时糊涂，酒后失德，亏欠了表妹。我与她并无多少真情，不过是心存愧疚，想要弥补。我已知错，愿改过赎罪，只求殿下能够对侯府网开一面。真是毫无担当，事到如今反把过错尽数推给世人，全无半风骨，白白辜负侯府世子的身份。殿下，裴平金，你当真以为你那位表妹是真心待你？陆清霜本就是借太后之手送入京城的棋子，目的便是离间你我，挑拨本宫与太后之间的关系。他腹中所谓子嗣本就是虚假，他所求的名分情义无一不是算计。在他步步向上的谋划之中，你裴平亲自始至终都只是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是你太过高估了你自己。到底是你赢了，哀家如今已经一无所有，心中只剩满腔怨愤。太后娘娘，宁王殿下的官宝已经到了。殿下，风大。赵将军身后那辆车里坐的是谁呀？边城来的夜衣女，听说赵将军坠崖那回，就是她从死人堆里把人背出来的。可不是，为了救将军，她自己左腿都废了，原先定好的婚事也黄了。那赵将军岂不是？军中都传将军重情，已许了他后半生。殿下，怀上，你终究是有了一托付余生的人。原来在他眼里，本宫仍是会伤人的那把刀。知绪，知绪，你在哪儿？怀上，你来了。知绪，你骗我！你赵家今夜为太子逼宫，你若在，忠孝两难，必会一死全气节。我只能把你藏起来。你杀了我姑母，清甩赵家旧部，为何不连我一同杀了？我别无选择了。走在这条没有止境的路上，他与我早成宿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怀上，我对你的心从未变过，可这份情谊既护不住我的性命，也难以告慰母妃与阿弟昔日遭遇的惨事。你不喜我嗜杀，我保证日后都讲道理，好不好？
你我情仇尽了。殿下，风雪大了，回吧。赵将军他已经走远了。嬷嬷，你可还记得当年东辽求娶本宫时，你说怀上若是知晓，定会急死。那年，本宫给他写过一封信。本宫问他，嫁衣还在，你愿娶我吗？殿下，那是本宫最后一次向他伸手，可那封信终究没有回音。那个在我母妃死后会以死护我周全的少年将军，那个会在入宫时藏着点心与玩意儿偷偷哄我开心的竹马，宫变前天真的说要为我们求赐婚的怀上，原来我们早已隔着人命与权力，再也无法并肩。那夜，我也将自己嫁给了全玉。殿下，怀上已有他的归处，本宫也该拿回自己的东西了。去宁王的丧仪。朕的双腿没有知觉，快传太医，速传太医！陛下遭慢性毒物侵扰，脏腑已然受损，下肢知觉恐怕难以恢复。你为何要在哀家赏赐的雇主子曰之中动手脚？你一心想要除掉谢直绪，可你心中是不是也盘算着借机除去哀家？母后，儿臣自幼养在母后膝下，怎敢算计母后？是谢直绪，全是他的算计，是他刻意离间我们母子。母后，是他借皇后之手构犯儿臣，皇兄已然不在，儿臣才是您唯一的依靠，千万不要落入谢直绪的圈套。这封密信取自我儿的遗物，他拼尽性命送回京城，就是要哀家看清真正加害他的人究竟是谁。难道他会拿自己的性命来构陷你吗？你竟设计自伤，刻意挑拨哀哀和谢直元互相猜忌，逼得我们二人斗得两败俱伤。无论我们哪一方落败，你都可以坐收渔利，稳坐着龙椅。皇儿，你的算计真是算得滴水不漏。来人，御林军，速速将此人拿下！不必再换了，陛下身边贴身侍卫、内务府一众近勤，今日皆已被调离宫禁，妥善处理。美人计、离间计、攻心计、借刀杀人，本宫从前倒是当真低估了你。你的谋划不可谓不周密，只可惜这一局棋你终究差了一招。宁王的随从已然活着回到京城，宁王身死的真相很快便会大白于天下。赵怀上已经回到京城，他如今为朕所用。尔等若是敢图谋不轨，他便会率兵固守京都。到那时，大雍江山便改姓赵，母后与皇姐都将落得万劫不复的下场。带进来！来人，来人啊！陛下不必再换了。臣妾日日送来的滋补汤药，本意调养身体，却没料到反倒助长了你体内潜藏的药毒，加速你身体衰败，何其讽刺！不可能，汤药朕每次都让人查验，只是滋补有余，并无毒性。汤药本身并无盗碍，可灵堂之前供奉的香却是哀家命人特制。汤药与香烛分开使用皆无盗碍，二者凶融，便会慢慢损耗人的体魄。先是四肢知觉减退，继而精神昏沉，身体会一日日衰弱下去。母后，儿臣知错，儿臣自小养在母后膝下，一向恭顺，从未敢背逆母后，求母后顾念母子情分，救救儿臣。哀家保全了你，可谁又能换回哀家逝去的孩儿？陛下，趁你尚且还能几笔写下退位诏书，这么多年虚与委蛇，早已令我身心俱疲。朕
绝不写！你们皆是乱臣贼子！你们……皇帝，太后已然不再卷入权斗，皇后只求安稳度日。这天下大事早已归于本宫。这份体面的诏书是顾及前朝一众老臣，并非你签字不可。玉玺在此，民心所向，便是天命所归。太后大仇得报，自此抽身远离朝堂纷争，长居护国寺，日夜为宁王祈福。皇后与孩儿皆得善待，保全安稳余生。她心中通透，清楚往后应该站在哪一方。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自此，天命归朕执掌，朝纲由朕订立，是非凭公心评判，不需他人赐予正通，不必旁人护我周全。我自凭本心，守社稷，顺万民所向。朕以女子之身，终是凭己之力，撑起属于自己的一方苍穹。娘子，今儿可是咱们闺女8岁的生辰，你这装好一壶酒，还要亲自去哪儿啊？大伙儿都等着你这女主人开席呢。大伙儿先吃着，我去后山断崖那儿给赵将军送一壶果酒。今日是团圆的日子，他一个人怪冷清的。唉，也是，俺刚刚巡营回来，瞧见大将军又一个人立在那岭月底下，一动不动地望着关内京城的方向发呆呢。娘子，你都不知道，俺前些日子听闻，如今京城由陛下执掌，人心治世，威加四海，德庇八荒，大雍朝被他治理得很好。陛下是千古难遇的奇女子，朝中一众奸佞也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置。只是可惜那裴平心权势彻底倾覆，裴家也土崩瓦解，族人四散，落得凄惨夹局。俺那老兄弟还传回来消息，说京城坊间多有流言，讲陛下身边招揽了不少才俊之士。俺还当真了，还特意打听一番。你打听这些做什么？俺不是寻思着陛下是不是还念着咱们将军，但是最后发现那些人都跟咱们将军长得不像。是啊，如今的女帝心底早已寻不到半分往日对将军的情谊。别胡思乱想了，看好闺女，我去就回。将军，圆圆今日生辰，这是我自己酿的果酒，大伙儿都惦记着您，让我给您送一壶来。圆圆又长了1岁，有劳弟妹了。将军，10年了，您手里那枚剑须，终究是该放下了。要天国。去京城，告诉谢之雪，提防奸人诡计，速速前去。去晚了，他便会身陷险境。好，我去。你切莫耗损气力，我先为你疗伤。不能因自己害得他一败涂地。可只要我尚在人世，就会成为叛党用来胁迫他的把柄。我无力护他，身处权力漩涡之中，无论是守护还是情义，我终究全盘落败。将军果然很了解他，他那么智慧，稳稳拿捏住了每一个人的心，不费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夺得千古霸业。那夜，我亲眼见他捧着圣旨从帝王的寝殿里走出，我突然有些羡慕将军了。原来他与这样好的人曾那样相爱过。我敬仰过他的一身孤勇，镇守山河的大义。
更尽女帝孤身踏雪路，主宰天下臣逢的不易。我没有女帝的伟岸，也没有将军的赤胆忠心，我只想用这双给人接生的手，捧住我稳稳的幸福。将军守边关风雪，女帝掌朝堂风云，隔着万水千山，这一生他们相望不相守，相思不相认。女帝的心那般宽阔，她与她的抱负像飓风，那褪了色的剑絮终究太轻又太小。被风一吹便散了。我笑青山依旧，风雨捉不透。我叹人生苦短，荒唐学不休。我盼孤身风马，笛声满天，四海